我是出了名的摔神转世，哪怕是路过的狗都要被我身上的摔骑绊个跟头。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兄弟，被忽悠去了缅北搞诈骗。快来救我！为了救他，我只身一人闯进园区，主动送人头。刚进园区第一天，负责看守我的小头目就在平地摔了个粉碎性骨折。第二天，主管逼我去机房学习怎么搞杀猪盘，结果我手指刚碰键盘，整个园区的网络系统瘫痪，变压器原地爆炸，火光冲天。第三天，园区老大不仅没怪我，还把我叫到他办公室，说有问题问我。结果他刚靠近我，就被天花板突然脱落的吊扇削成了太监。短短3天，园区鸡飞狗跳，墙倒屋塌。1个月后，诈骗头子主动拨通了国内的报警电话，哭得撕心裂肺。大 Sir， 求求你了，快把这尊大夫接走吧，连带他那个兄弟一起接走，我们自首。缅北园区办公室内，总管眼镜蛇死死抓着听筒，脸色铁青。喂，别挂阿 Sir， 我是认真的，我真是诈骗犯，我要自首。我手里有200多个猪仔，我全都找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你们赶紧派个专机，不，派个火箭过来，把那个叫江峰的南门神接走，越快越好，路费我们出双倍。电话那头传来声音：先生，冒充诈骗人员报假警是违法的，还有编故事也编得像样点，诈骗犯求着给受害者买机票，当我们是傻子吗？电话传来忙音，眼镜蛇抓起座机狠狠砸在地上，座机碎片崩进插座，蓝光闪过，鱼缸砰的炸裂，几条金龙鱼在地上扑腾。眼镜蛇跳上真皮沙发，看着一地狼藉。看吧，我端着茶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我都说了我有摔神体质，自带因果律打击，你们非不信，还要报警自首。现在好了，警察都觉得你们在侮辱他的智商。眼镜蛇猛地转过头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。这3天，我想喝冰水，吃冰机炸了；想上厕所，下水道把食堂淹了；想看电视，卫星锅砸穿了财务室。江峰，眼镜蛇咬牙切齿，手伸向腰间想拔枪，犹豫了一下又缩了回来。眼镜蛇深吸一口气，行，不想走是吧？那就别走了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进水牢，扔到最底下那层。水牢里除了烂泥就是死人，我就不信你在那里还能把园区给我拆了，给我把他关到死。门被踹开，瞎了一只眼的疯狗拄着拐，带着几个人冲了进来。总管交给我，这小子害我断了腿，在送去水牢之前，我得先收点利息。疯狗别乱来，直接带走。眼镜蛇试图阻止，我叹了口气，放下茶杯。狗哥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不会挥那一鞭子。少他妈废话，老子今天就要抽烂你这张乌鸦嘴！疯狗抡圆胳膊，皮鞭朝我脸上狠狠抽来。我没躲，只是无奈地看着他。鞭梢勾住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，挂钩断裂，吊灯坠落，正砸在疯狗脑袋上。疯狗连惨叫都没发出，就被埋在碎玻璃和金属架里。露在外面的2条腿抽搐2下不动了。办公室瞬间安静，小弟们张大嘴巴呆立原地。眼镜蛇站在沙发上，脸色惨白，他指着门口：“快把他弄走，快把他弄走！这特么就是个怪物！别碰他，用防爆叉保持距离！”一阵兵荒马乱，一群穿防护服的人用2米长的杆子顶着我，把我推出了办公室。临走前，我冲眼镜蛇挥了挥手：“那个，记得修鱼缸啊，漏电很危险的。”身后传来眼镜蛇的怒吼，紧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巨响。水牢位于地下3层，铁门打开，腐臭味扑面而来。看守用杆子把我推进黑漆漆的水坑，连忙锁上门跑，脏水漫过膝盖。我站稳身形，角落里传来微弱的呻吟。峰哥，声音很熟悉。我猛地转头，借着走廊灯光，看清了缩在墙角的人影，是林霄。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林霄，此刻缩在脏水里，他浑身是伤，脸肿得几乎认不出来，手里死死抓着半个发霉的馒头。我心里的火蹭地冒了上。林霄，我鼻子一酸，冲过去，一把扶住了他的肩膀。林霄抓着我的胳膊，痛哭流涕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我不是让你报警吗？谁让你自己来的？你会死的！我报了，警察说跨国抓捕需要时间。我拍着他的后背，我怕你等不到那时候，就先来看看。来看看有什么用啊？这就是送死啊！林霄哭得更凶了。别怕，我帮他擦掉脸上的污泥。我有超能力，你忘了？林霄愣了一下，想起了从小到大发生在我身边的那些离谱事，比如初中校庆，教导主任让我上台，结果我刚开口，整个舞台就塌了。高中我想去网吧包夜，结果还没进门，网吧就被警察查封了。可是这次不一样，他们有枪。林霄绝望地指了指铁栏杆外的守卫。水牢里除了我们，还关着几个人？一个被打断腿的男人叫阿强，是工地干活被骗来的；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叫陈峰，写代码没达标被关进来。他们都麻木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一点光。阿强靠在墙上，声音嘶哑：“新来的省省力气吧，进了水牢就是等死。看见那上面的电线了吗？只要他们心情不好通个电，咱们都得变烤鱼。”我抬头看了看那几根摇摇欲坠的电线，叹了口气，一脸认真地对阿强说：“大哥，你也别太悲观了。按照我以往的经验，真要通电的话，大概率是变压器先炸，或者是拉闸的人先触电。反正想害我的人通常走得比我快。”阿强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我。话音刚落，水牢上方的铁门被拉开，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守卫走进来，拉开裤链就要往下面撒尿。给老子接着！
一群侏罗，喝老子的圣水吧！阿强和陈峰敢怒不敢言，只能屈辱的低下头。林霄吓得脸色发白，拼命往我身后躲。我皱了皱眉，厌恶的看着那个守卫。下一秒，一声惨叫划破长夜。夹住了，夹住了！守卫手一抖，酒瓶子砸在脚趾上，他脚底一滑，头朝下栽了下来。扑通，他正落在垂下来的电线旁，水浪拍打电线，激起一串蓝火花。守卫在水里疯狂抽搐，翻起了白眼。好在他落水的地方离我们比较远，传到我们这里时，只剩下一点酥酥麻麻的感觉。我和林霄毫发无损，反倒是那个守卫，没几秒就口吐白沫，晕死过去，整张脸埋在污水里，咕噜噜的冒着泡，水牢里一片死寂。阿强张大了嘴巴，陈峰扶了扶歪掉的眼镜，颤抖着指着我：“这也是你干的？”我摊了摊手，一脸无辜：“是他自己不小心，你看恶有恶报，这不就遭报应了？”守卫晕死在水里，虽然暂时解气，但也带来了大麻烦。没过多久，换班的人发现不对劲，立刻拉响了警报：“越狱！有人越狱！”刺耳的警报声响彻整个园区，铁门被粗暴的踹开，十几束强光照得人睁不开眼。这一次来的不仅仅是打手，人群分开，一个穿着唐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他身后跟着眼镜蛇，还有一群持枪的雇佣兵。这就是园区真正的幕后大老板。魏爷，魏爷看看水里的守卫，又看看我，咧嘴一笑，他声音沙哑：“有点意思，把人捞上来，其他的全部带去外面的操场。”我们被赶到了操场上，此时已经是深夜，但园区里灯火通明，几百个猪仔被强行叫醒，围在操场四周，被迫观看这场处刑。魏爷坐在太师椅上，手里把玩着黄金沙鹰手枪。我这个人最信命也最不信命，听说你是衰神转世，还克死了我好几个兄弟。我站在寒风中，把林霄护在身后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魏老板，有些东西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魏爷突然大笑，随即收声沉下脸。真他妈晦气！在缅北，老子就是天，老子就是命。他猛地一挥手，两个雇佣兵冲上来，一把抓住了我身后的林霄。放开我，峰哥救我！林霄拼命挣扎，住手！我刚想冲上去，两把枪口瞬间顶在了我的脑门上。魏爷扯过林霄的头发，枪口抵住他的太阳穴。江峰是吧？魏爷狞笑着看着我，手指扣在扳机上。你不是能克人吗？来啊，你再克一个我看看！我现在就要崩了你这个兄弟！我看是你的霉运快，还是老子的子弹快！林霄脸色惨白，眼泪无声的流淌。峰哥，别管我，你快跑！看着这一幕，我握紧了拳头。魏爷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这人虽然衰，但也讲道理。你要杀就杀我，放了他。你没资格跟老子谈条件，给我跪下！他朝天开了一枪，跪下，否则下一枪就打爆他的头！不要，峰哥，你有骨气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不能跪这种人渣。旁边的雇佣兵一枪头砸在林霄的后背上，林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，倒在地上。林霄，我目眦欲裂，我跪，我咬着牙，双膝弯曲，只要能保住林霄的命，尊严算个屁！我抬起头，死死盯着魏爷，眼神冰冷。但是魏爷，我是真不想跪，我这一跪，你受不起，会折寿的。我的膝盖重重砸在地上，那一刻，仿佛有一道枷锁解开了。是衰神跪下了！魏爷狂笑着。什么狗屁因果律，什么天傻姑息，在老子的枪杆子面前，还不是得给老子当狗？周围的雇佣兵和打手们也跟着哄笑起来。魏爷，既然跪了，那这事儿我强忍着心头的恶心，刚想开口让他放人，谁让你说话了？魏爷脸色骤变，抬起脚狠狠踹在我肩膀上，我猝不及防，整个人被踹翻在地。还没等我爬起来，他就直接踩在了我的侧脸上。想救人，行啊！魏爷俯视着我，刚才让你归是给我的兄弟们赔罪，现在是给我磕头，磕一个响的，我就考虑让你那兄弟少受点罪。不要，峰哥，不要听他的，他是畜生，不会放过我们的。林霄被两个壮汉死死按住，连动都动不了。我趴在地上，看着不远处满脸是血的林霄，哪怕明知他在骗我，我也赌不起那个万一。好，我双手撑地，缓缓直起上身，然后重重的把头磕了下去。声音不够响啊，没吃饭吗？魏爷嘲讽的掏了掏耳朵，咚咚两下，额头上传来剧痛，鲜血顺着眉骨流了下来，视线变成了一片血红。继续别停啊！老子没喊停就不许停！魏爷大笑着，他转过身，都愣着干嘛？把手机拿出来拍视频，发给那帮没见过世面的猪仔看看，这就是跟老子作对的下场。我机械地重复着磕头的动作，直到晕倒在地上。赢了。真他喵操心！魏爷突然一脚踢在我的肋骨上，咔嚓一声，我听到了骨裂的声音，剧痛让我瞬间蜷缩起来。我也玩腻了。魏爷接过雪茄，深吸了一口，然后将滚烫的烟头直接弹在我的手背上，痛痛让我青筋暴起，但我依然一声不吭，只是死死盯着他。这种眼神让魏爷感到极度不适。这眼神真晦气，本来还想留你多玩会儿，现在看来你是真不想活了。他挥了挥手，把油桶搬过来。既然这小子头这么铁，那就给他们哥俩点个天灯，让大家伙儿暖和暖和。林霄绝望地闭上了眼睛，似乎认命了。几个雇佣兵狞笑着抬起汽油桶，我艰难撑起半个身子笑了起来。我声音沙哑：“魏爷，我刚才磕了9个头，9为吉数，这大礼你受了，阎王爷那边的账也该平了。”魏爷愣了一下，随即暴怒：“死到
临头还装神弄鬼，泼油给我泼！两个雇佣兵抬起油桶，哗啦一声，刺鼻的汽油交响，淋透全身，刺激着伤口。与此同时，为了防止我反抗，周围几十个雇佣兵同时举起了枪，送他们上路。魏爷狞笑着扣动了打火机，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嘴角微微勾起。魏爷手中的打火机划出一道抛物线，朝着满身汽油的我们落下。轰！火光冲天，热浪并没有烧到我身上，反而是巨大的冲击波把我和林霄掀飞了出去。我重重摔在泥地里，耳边全是嗡嗡的耳鸣声，不由得咳了2声。我艰难地抬起头，只见魏爷和他那群手下被炸得东倒西歪。原来是那打火机好死不死，正好弹进了一个漏油的废弃发电机组里，那里还堆放着他们的一箱手雷。峰哥，我们死了吗？林霄趴在我身边，眼神呆滞。没死，看来阎王爷嫌我太衰，浩伟把地府搞炸了不肯收。我强忍着剧痛拉起林霄就跑，趁着那帮人还没回过神，我拽着林霄往园区深处的树林跑。身后传来魏爷撕心裂肺的咆哮：给我抓活的！我要把他们碎尸万段！别开枪，小心纵火炸死自己人！用刀砍死他们！我心里一沉，这老东西学聪明了，但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跑不快。峰哥，你放下我吧，你一个人能跑掉的。林霄哭着想甩开我的手，闭嘴！我这辈子除了摔，就剩下讲义气了。把你扔在这儿，我怕遭雷劈。我们只有穿过园区外的一片雷区，才有可能甩开往这儿走。我指了指那块写着骷髅头的牌子，那是雷区啊，进去会被炸成碎片的。放心，根据守恒定律，我想踩雷的时候通常踩不到，但我身后想追我的人那就不一定了。我拉着林霄，闭着眼睛冲进了雷区，身后几十个拿着砍刀的打手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。他们进雷区了，追！魏爷在后面吼道：“谁抓到他们，赏金100万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”那群打手红着眼冲了进来，我每一步都踩在松软的土上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1步2步3步安全，紧接着身后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，轰隆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那些追兵精准地踩中了每一颗地雷。魏爷站在雷区边缘，整个人都傻了。邪门！真他妈邪门！他举着刀的手在颤抖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我也愣住了，这衰神体质怎么有时候比防弹衣还管用？就在我以为暂时安全的时候，咔嗒，我脚下一顿，一声金属撞击声从我的脚底传来。林霄脸色惨白，峰哥你……我低头看了看脚下，很好，看来我的运气还是很稳定的。追兵踩的是地雷，而我踩中了这片雷区里唯一的一颗2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未爆的航弹引信。只要我松脚，方圆50米寸草不生。林霄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牙齿打颤。我保持着金鸡独立的姿势，脸上的表情僵硬。林霄，你走吧，这玩意儿要是炸了，咱们连骨灰都得拌在一起，到时候你爸妈想分都分不开。我不走，要死一起死！你是不是傻？你走了，我还能赌一把牌包。你在这儿就是给我殉葬。就在我们拉扯的时候，魏爷看出了我的窘迫，竟然狞笑着从旁边绕了过来。他不敢进雷区，但他让人找来了一根长长的竹竿，顶端绑着一把尖刀。老子不过去，老子捅死你！魏爷站在10米开外指挥手下，给我捅捅他的腿，只要他一松劲，大家一起玩玩。疯子，你也会被炸死的。老子乐意，与其被这瘟神搞破产，不如同归于尽。竹竿刺了过来，我动弹不得，脚底哪怕松动1毫米，引信就会弹开。噗嗤，尖刀扎进了我的小腿，剧痛袭来，我浑身一颤，脚底差点打滑。站住，峰哥！林霄扑上来，用手抓住了刀刃，鲜血顺着他的手指流下来。再来，给我死里捅！魏爷狂笑。就在第2刀即将刺过来的时候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一阵狂风平地而起，闷雷滚滚。我抬头看天，心里竟然升起一丝亲切感。老天爷，你终于来收我了吗？咔嚓，一道闪电撕裂了云层，精准地劈在了魏爷举着的那根竹竿上。那竹竿是湿的，那尖刀是铁的，那魏爷是导电的。魏爷连惨叫都没发出来，他浑身冒起蓝光，头发根根竖起。魏爷口吐黑烟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浑身抽搐。而那道雷的余威震动了地面，我脚下的航弹似乎也因为这震动松动了一下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在引信弹起的瞬间，猛地把林霄扑进了一个弹坑里。轰隆，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，我眼前一黑，彻底失去了知觉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被绑在一张冰冷的手术台上。醒了，一个阴冷的声音从口罩后面传来。我扭过头，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人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手术刀，正在擦拭上面的血迹。这里是园区最恐怖的地方，医疗部，也就是传说中嘎腰子的流水线。林霄呢？我声音嘶哑。那个小子，他比你幸运。将军说有利用价值，现在正送往后山的车上。我松了口气，但紧接着恐惧笼罩了全身。我劝你别动手，你求饶也没用。不是，我是为了你好。你这一刀下去，我怕你这手术室保不住。医生愣了一下，随即哈哈大笑。有意思，我是唯物主义者，也是这里最好的主刀医生。我这双手稳如泰山，我就不信切开你的肚子还能有阿飘跳出来咬我。说完，头顶的手术灯没有任何征兆的脱落，精准地砸在了医生的后背上。医生一声惨叫，我叹了口气，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好心劝你，你是魔鬼。医生说完这句话，眼皮一翻，晕死过去。我从手术室爬出来的时候，整个医疗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，着火了，氧气瓶爆炸了，快跑啊！那个男瘟神出来了，看来我的名声已经在园区传开了。我要去找林霄，那个医生说他被送去了后山别墅，那里是园区最高掌权者将军的住处。据说那个将军养了一只老虎，专门吃人不吐骨头。我拖着那条受伤的腿，抢了一辆巡逻用的高尔夫球车，几
几个守卫举枪想拦我，我一脚油门踩到底。别开枪，小心炸膛！守卫们犹豫了一下，就这一下犹豫，我直接冲过了关卡。因为太紧张，我方向盘打得太猛，车子失控，尾巴狠狠扫在一个消防栓上，高压水柱冲天而起，正好把那几个想冲上来的守卫冲得人仰马翻。我就这样一路火花带闪电，开到了后山别墅。别墅门口守卫森严，我根本进不去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我看到别墅2楼的阳台上，林霄正被一个穿着军装的胖子逼到了角落。小帅哥，跟着魏爷有什么好？跟着本将军吃香的喝辣。你别林霄手里拿着一个花瓶，嘿嘿。就喜欢烈的。林霄，我在楼下大喊，但我进不去。门口是2扇厚重的铁门，还有2条拴着铁链的比特犬。那2条狗看见我狂吠着冲过来，我也急了，让开！我对着那2条狗怒吼一声。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在靠近我的瞬间，2条狗滚成一团，铁链缠绕在一起，最后竟然把它们自己勒得翻了白眼。铁门被狗撞开了一道缝，我冲进别墅，1楼大厅里竟然趴着一只巨大的孟加拉虎。看见有人闯入，老虎慵懒地站起来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发出一声咆哮。我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这玩意儿不讲因果律吧？它是畜生啊！老虎一步步朝我逼近，我闭上眼，心想这次完了。就在老虎扑向我的一瞬间，轰隆！别墅外面传来一声巨响，原来是我刚才开的那辆高尔夫球车，因为撞击导致电池短路爆炸了。巨大的声响把老虎吓了一跳，哐当！几十吨重的水晶吊灯轰然坠落，把这只百兽之王结结实实的扣在了下面。老虎在里面嗷嗷乱叫，愣是出不来。我目瞪口呆，这衰气现在连动物界都制霸了吗？我顾不上感慨，冲上2楼，正好看到那个将军正要把林霄按在栏杆上，放开他！我大吼一声，将军回头，吓了一哆嗦。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的老虎呢？你家猫刚才玩灯把自己扣住了，你也想试试？将军大怒，去死吧！砰！枪响了，我下意识的闭眼，没有疼痛，只听见一声惨叫。我睁开眼，只见将军捂着手，鲜血直流，子弹卡在枪膛里炸开，枪栓向后飞出，直接崩掉了将军的2颗门牙，顺便削掉了他半个耳朵。将军疼得满地打滚，撞在了栏杆上。将军像个皮球一样从2楼滚了下去，正好掉在楼下那个被水晶灯扣住的老虎旁边。老虎正一肚子火没触发，一口就咬住了他的大腿。都仇视将军！惨叫声响彻云霄。趁着将军喂老虎的功夫，我拉起惊魂未定的林霄，走去天台。峰哥，我们要死了吗？林霄死死抓着我的手，不会。我看着远处的天空，那里传来了螺旋桨的声音，几架涂着迷彩的直升机正在靠近。是警察，一定是警察！林霄激动地跳了起来，我心里却隐隐觉得不安。如果是跨国抓捕流程没这么快，直升机悬停在别墅上方，扩音器里传出声音却不是中文，是当地军阀的武装直升机。下面的人听着，立刻投降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原来是将军的援兵，这是要把我们赶尽杀绝。一架直升机降下软梯，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顺着梯子滑下来。峰哥怎么办？我看着那些黑洞洞的枪口，突然笑了。林霄，你信命吗？我这辈子最恨别人拿枪指着我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，那是刚才在医疗部我顺手摸来的一瓶强效麻醉剂，还没开封，但我不是要用它攻击。瓶子摔碎在地上，这一瞬间，一阵狂风突然从山谷里吹来，这股妖风卷起了地上的麻醉液，也卷起了天台上晒着的几床被单。被单在空中飞舞，直扑那架悬停的直升机。巨大的被单瞬间糊住了直升机的挡风玻璃。拉上，快拉上！飞行员视野全盲，直升机疯狂摇摆，尾翼扫到了旁边的一棵100年大树，砰！螺旋桨断裂，直升机失去了控制，然后斜着冲向了旁边的军火库。轰隆隆，一朵小型的蘑菇云腾空而起，巨大的冲击波把刚滑下来的一半的士兵震飞了出去，剩下的一半挂在软梯上，随着直升机的残骸一起坠入了火海。整个园区地动山摇，围墙倒塌，真正的混乱开始了。我站在天台上，无奈的摊手，看吧，我都说了别惹我，大火烧红了半边天，军火库的连环爆炸彻底摧毁了园区的防御系统。那些平时不可一世的打手管事，现在比兔子跑得还快。峰哥，看那边！林霄指着远处的大门，几辆印着中国警徽的装甲车撞开了燃烧的大门。这一刻，那蓝红交替的警灯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光。不许动！中国警察！威严的吼声压过了爆炸声，特警队员们迅速控制了局面。那些刚才还凶神恶煞的诈骗犯，看到警察就像看到了亲爹，一个个抱头痛哭。警察叔叔，抓我！快抓我！我有罪！我要坐牢，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！那个南瘟神太可怕了，我想回国接受法律的制裁。他们争先恐后的伸出双手求考，甚至有人因为抢不到手铐而打了起来。我扶着林霄一瘸一拐的从废墟中走出来，一个年轻的警官看到我愣了一下，江峰，是我。我虚弱的点点头。警官看着我身后的一片狼藉，他咽了口唾沫，这都是你干的。我说这是意外，你信吗？我苦笑。警官没说话，但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敬畏。我和林霄被抬上了担架，躺在救护车里，林霄紧紧握着我的手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峰哥，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真的活下来了。是啊，我看着车顶长舒一口气，终于结束了这场噩梦。救护车启动，缓缓驶离园区。就在我以为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，林霄突然停止了哭泣，他松开了我的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湿巾，慢慢擦掉了脸上的污泥和泪痕。江峰，林霄的声音变得很轻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把你叫来，不是为了让你救我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转头看他，林霄的眼神淡漠。那是因为什么？林霄嘴角微微上扬。因为魏爷那个蠢货占着茅坑不拉屎。我想吞并这个园区很久了，但我缺一把火，一把能把这里烧得干干净净，让我能重新洗牌的火。他看着我，
而你就是那把最好用的火。我盯着林霄，感觉浑身发冷。你是管理者，我声音颤抖。算是吧。林霄理了理凌乱的头发。本来我是想让你把我也搞死，我再出来收拾残局，但我没想到你这衰神体质这么猛，直接把我的基本盘都给炸没。他叹了口气，有些惋惜。不过也无所谓了，魏爷死了，将军死了。这里所有的罪证都在刚才的大火里烧光了。我是受害者，你是英雄。回国后我会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幸存者，拿着干净的钱东山再起。而你，林霄突然凑近我，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根注射器。你知道的太多了，不如因伤事故重死在救护车上，完美的结局，对吧？针尖距离我的脖子只有几厘米，我没有躲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悲哀。林霄，你算计了一切，但你忘了一件事。什么？林霄动作一顿，你忘了我的衰神体质是有触发机制的，他只对那些心怀恶意的人最灵验。以前你是我的兄弟，所以我怎么摔都伤不到你分毫，但现在我看着他眼神怜悯，你对我有了杀心，所以你也进圈了。少拿封建迷信吓唬我！他猛地把针头刺向我的脖颈，就在这一瞬间，救护车正好压过路面上的一个深坑，车身剧烈颠簸，哐当，林霄整个人失去了平衡，向前扑倒。他手里的注射器因为惯性扎进了他自己的大腿内侧，满满一管致命的毒素瞬间推了进去。林霄发出一声惨叫，他惊恐地拔出针管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啊！救命！救命！他拼命抓着我的衣服，眼神里全是恐惧。毒效发作极快，不到10秒，他就开始口吐白沫。我靠在枕头上，无奈地看着他。我说了，想害我的人通常走的都比我快。林霄瞪大了眼睛，死死盯着我，最后一口气咽下，身体僵硬了。直到死，他都没想明白，为什么他机关算尽，最后却输给了一个坑。3个月后，我坐在警局办公室里做笔录，负责做笔录的警察看着报告，一脸不可思议。所以整个犯罪集团的高层全灭，魏爷触电身亡，医生被无影灯砸死，将军被老虎咬死，幕后黑手林某物注射毒药身亡，而你毫发无损。我点了点头。警官，我都说了，我是衰神体质。警察合上本子，眼神复杂的看着我。江先生，上面有个特殊部门想见你。什么部门？国家非自然现象及因果律防御局。你这种体质用来打击犯罪，简直是国家战略级武器。以后你不用担心找不到工作了。走出警局，阳光明媚，一只流浪狗路过我身边，刚想对我叫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我看着他扑哧一声笑了。看来我的传奇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只要我心存正义，这衰运便是这世间最锋利的剑。